幽暗的太空，一艘巨大飞船发射2枚导弹，前方的高斯灵巧躲过，下一秒却被飞船撞飞。飞船无视高斯，径直向着地球飞去。很显然，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。地球这边，武藏和风吹队员正在闲聊。武藏准备前往的士岛看望怪兽，这是人类与怪兽和平共处的新家园。高斯的女朋友也在那生活，风吹却取笑他是想念女朋友了。被说中的武藏不禁老脸一红，笑成了一朵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奇怪声音叫着武藏名字，转头看去，背光处站着一个朋克女郎，望着武藏，转眼又消失匿迹。武藏惊讶无比，而一旁风吹的联络器此时刚好响起，原来爱死队检测到可疑电波，翻译后竟然是重置和消灭2个字眼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巨大飞船已经悬浮在空中，众人顿时紧张无比。只见飞船打开舱门，降下一颗光团，光团化开，里面竟是机器怪兽古洛卡。怪兽缓缓走来，目标竟然是前方的火箭。怪兽举起双枪就要破坏火箭，身上却被一团能量击中，怪叫一声向后倒去。原来是高斯追过来了。高斯稳稳落地，见到高斯，武藏不禁松了一口气。高斯摆好姿势飞来，双手拍飞怪兽几发子弹，一个雷欧飞踢向怪兽，身后的怪兽瞬间报废。武藏忍不住喝彩。不远处，朋克女郎再一次出现，她冷淡地告诉武藏，她就是杰斯提斯。武藏心中诧异不已。另一边，天空中再次落下2个光团，2只怪兽围住高斯，4支机关枪对着高斯就是一阵扫射。高斯计时器顿时闪起红灯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武藏着急跑过来，手里已经掏出了日月铜辉。下一刻，他举起日月铜辉，神光包裹着武藏，缓缓飞入高斯计时器。重获力量的高斯身边已经撑起日冕光罩，弹开子弹攻击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高斯双手张开，耀眼的日光能量闪过，变换成日食形态。高斯转头，一招日食光弹打在古洛卡身上，然后瞬移到另一只古洛卡面前，抱住他的双手把他甩飞。2只怪兽齐齐倒地。再次站起来的时候，高斯已经凝聚出停止射线，射线打在古洛卡身上，2只怪兽挣扎了一下，彻底熄火。这时旁边的女人坐不住了，这个人是杰斯提斯的人间体，他掏出变身器，展开双翼，然后按在胸前，顷刻间金光包裹他的全身，伴随着光芒闪耀，杰斯提斯的身形缓缓出现在高斯面前。杰斯提斯二话不说，手中发射清除光线，竟然唤醒了2只古洛卡。2怪苏醒，转身就走向运输怪兽的火箭。高斯反应过来，一个前空翻挡在火箭前面，这是承载着武藏梦想的重要物资，绝不能被破坏。下一刻却被一束能量击破。高斯转头一看，杰斯提斯不说话，一脚向高斯踢来。高斯开口制止，却被杰斯提斯锁喉。面对高斯的质问，杰斯提斯依旧一句话不说。一个被摔高斯倒地，刚要站起来，杰斯提斯毫不留情，一个肘击加1招高踢，然后用力将高斯蹬翻。高斯艰难站起，杰斯提斯又一招射线将他打翻在地。高斯强撑身体，计时器红灯闪动。这时候2只古洛卡再次打出4个炸弹，高斯毫不犹豫，身体强行挡在火箭面前。高斯痛苦站了起来，计时器红灯急速闪烁。下一秒，计时器暗淡下去，高斯身形停住，变成铜像缓缓倒下。高斯铜像变成点点金光消散空中，古洛卡没了阻碍，此刻正在肆无忌惮破坏运输舰。爆炸余波将风吹震倒在地，他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眼神冰冷的杰斯提斯。画面一转，人间体形态的杰斯提斯脸色冷漠地走过人群，他身边这群人竟然对高斯的消失无动于衷，还哈哈大笑起来。另一边，基地收到要重置地球所有生命的电波信息，众人不安起来。风吹队员前来参加紧急会议，到会议室后却看到人形态的杰斯提斯，他要向地球高层传达德拉西翁的意志。这时高层们来了，杰斯提斯冰冷冷地告诉众人，为了维护宇宙正义，35个小时后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要被消灭。杰斯提斯眼中白光闪过，吉恩贝拉影像出现，这是用来消灭地球生命的终极武器。吉恩贝拉虚影释放巨大能量，影像中的人类顷刻间就被消灭。众高层纷纷抗议。一个漂亮国高层告诉杰斯提斯，管你什么宇宙正义，各国准备武器反击。杰斯提斯根本不在乎，无视众人冷淡离开。各国正在准备反击战。这边爱死队基地，风吹让队员们继续发送电波，尝试联系德拉西翁。画面来到运送火箭废墟附近，林乃捡到了武藏的名牌，正看得出神。日普队长3人跑了过来，4人下定决心寻找武藏下落。而另一边的杰斯提斯穿过还在狂欢的人群，脸色冷漠到了极点。来到湖边，他不禁回忆起高斯之死。这时候，一只小狗出现在他脚下，杰斯提斯俯身将小狗抱在怀里。不远处跑来一个女孩小千代，眼前出现温暖的一幕，小千代摸着小狗，笑着告诉杰斯提斯，小狗名字叫高斯。谢完杰斯提斯，小千代送给他一袋糖果，剩下杰斯提斯一个人发呆。不知不觉到了夜里，一阵摩托声吵醒了还在出神的杰斯提斯。一群杀马特骑着摩托车围过来，其中一个光头大叔伸手就搭在杰斯提斯身上。杰斯提斯打掉咸猪手，光头还不罢休，手又抓向杰斯提斯。杰斯提斯已经生气，挡住光头一拳，血轮眼照向光头，光头身体一倒，领了便当。其他杀马特反应过来，将杰斯提斯团团围住，举起拳头就要围殴杰斯提斯。杰斯提斯轻轻飞起，一脚就是一个，将杀马特们踢翻在地。他提起一个杀马特大叔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样的人类没有保护的必要。”与此同时，来自宇宙的危险正在缓缓靠近，一艘庞大的宇宙战舰正在悄悄靠近地球，各国雷射卫星纷纷进入高度警戒，可怕的灾难即将发生。而这边大家还在苦苦寻找着武藏。林乃突然想到，武藏曾
曾提起过，和高斯奥特曼的第一次见面是发生在不远处的郊外森林。此时的武藏沉睡中和高斯攀谈起来，二人一致认同一定会有战争以外的方法化解这场浩劫，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杰斯提斯。随着一声号令，各国雷射卫星和导弹纷纷发射，划破天空，齐齐飞来。导弹即将抵达目标，下一刻，各国的火力齐齐轰在古洛卡母舰船身，火光散去，屏幕中飞船安然无恙，众高层顿时陷入惊慌之中。此时飞船又降下4个光团，机器怪兽落地，齐齐举起激光枪，雷射卫星顿时被摧毁，人们慌忙逃窜，怪兽开始到处大肆破坏。眼前出现这些惨烈的画面，风吹依然鼓励队员们，不到最后一刻都会有希望。林乃众人一定会找到武藏，叮嘱队员们继续尝试联系达拉西翁。风吹转身跑着离开。这一边，杰斯提斯来到战场下方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战斗机飞来，转眼就被古洛卡炸毁。此时的郊外森林中，众人聚到一起，真理和武藏妈妈也过来一起寻找武藏，而此刻的武藏依然昏迷不醒。回到战场这边，杰斯提斯上方，艾斯对战斗机扫射着2只古洛卡，2个古洛卡回头对着战斗机也是几发炮火。这时，从低石岛远道而来的利多利阿斯向着古洛卡猛烈开火，他瞬间飞过2只古洛卡中间，古洛卡转身，不料一只脚踩空，倒下前还不忘发射1发炮弹坑队友，子弹打在另一只古洛卡身上，把他带走。坑了队友的古洛卡被一个身形高高举起，风吹兴奋无比。下一刻，高斯救下的怪兽们齐齐出现，都来帮忙。3只怪兽联手一起围殴剩下的这只古洛卡，古洛卡在3兽的攻击之下再次倒地。风吹趁机补刀，爆炸声中这只古洛卡也领了便当。杰斯提斯诧异无比，下一刻他闭起双眼，听到一个熟悉的求救声，转眼间他已经来到小千代旁边。原来小狗高斯被困在废墟中，看着眼前无助的小千代，杰斯提斯劝他赶紧逃跑，小千代却不放弃小狗高斯。杰斯提斯一阵沉思，这时候他身后2个古洛卡变成光影飞向空中，光影重组之后，古洛卡变化第2形态降落。杰斯提斯知道现在的低石岛怪兽们已经没有胜算，果然古洛卡2发炮弹打倒2怪，再1发炮弹又一个怪兽倒地，但怪兽们毫无退意，纷纷站起继续走向古洛卡。看着这一幕，杰斯提斯身形动了，爆开小千代，双手费力地扒开废墟，搬走大石头，小狗得救了。看着小千代笑容重回脸上，杰斯提斯若有所思。场上的怪兽们纷纷被古洛卡击败，古洛卡击落利多利阿斯，举起留了几千年的长指甲就要划在他身上。风吹赶忙操控战斗机攻击古洛卡，救下利多利阿斯，却被古洛卡2束射线打落，众队员陷入危险中。看到这一切，杰斯提斯终于醒悟，他拿出变身器放在胸前，阵阵光波能量散发开来，杰斯提斯变成光团飞起，